最近呢，我的公司有2个 intern 实习生，那他们来我这边工作一阵子了，那也学到一些东西。但近期呢，他反复的不断问我同样的问题，就是到底他的作品集要如何准备跟调整，才能够找到他心目中的工作以及公司能够看上他们呢？这里是 Dreamsboomer 逐梦创业家，我是 Mickey。这一集呢，我们来分享如何让公司能够看到你的作品集，有很大的兴趣，在对谈之后马上就想要聘请你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影片咯。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你如果拿你的作品集给人资来去看的时候，事实上你要切记，他们桌上可能有一大叠非常多人给他们的作品，甚至他们看的时候，网站连接可能是一大堆他需要去看，所以他可能只有30秒到1分钟的时间去看到你的作品集，然后觉得很惊艳，觉得这是一个人才，我想要再去深入的了解你。所以很重要，你需要 eliminate， 意思是把你这么多可能在学校里不同课程给你的功课练习出来的习作，它的完成度不一定，因为你是刚开始练习，不一定到一定很高的程度，所以它的商业价值可能也没有那么高。你需要把它缩减下来，成为很精英中的精英，把你自己的最好一面展现给这些人资，你能够被聘请的机会才会大大的增加。那正常来讲的话，你如果在作品集里面，你会有很多的作品，我们来大致上分类。你可能会有 process 过程，你可能会有 case study， 就是一个专案从一开始到完成的这整个过程 case study。你可能有 application， 意思说你做完这个案子，然后你来事后诸葛说这个案子它呈现的商业价值，最后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这样子我们来看。那当然，你还会有这种 practice， 意思是学校不同课程给你的练习的这种课程。额外，当然你会有自己的喜好，所以你可能会做一些学校以外的事情。那我简称这东西叫做很有热情的 passion project， 就是你自己真心很喜欢做的事情。那当然，偶尔你也会在想要把你的作品里面放一些，我觉得我在这地方我很有热忱。以外，我有一些独特的点、癖好、兴趣什么的，我希望让对方知道，你也想把它放进去。所以你想想看，这么多的想法全部加总起来，是不是就是变成很庞大的量？所以一开始就要先把这些作品集依照这些分类的类别把它分类好，作为第一个步骤。来分享一个小故事。当年应该是2001的时候呢，我在美国学校 Art Center College Design， 简称 ACCD。我们呢，在每个礼拜4的时候，应该是1个月的礼拜4，学校有聘请一些大公司的人资啊、巨头来看。巨头是意思是什么呢？他有时候来看一个小组的专案，看了喜欢就直接谈说，我可以把你整个专案买下来。那他也有所谓叫做 portfolio review， 所以呢，他会聘请像Disney 啊、皮克斯啊、DreamWorks 梦工厂之类的来做 portfolio interview。那在 interview 的部分来讲呢，它会有几个，一个他会跟老师，就是你在学校的老师，或者是这个公司的 HR 人资，甚至他会派他们的 senior director， 就是资深的 art director 艺术总监或总监过来一起去看，是说他访谈了这么多的学生，里面有没有很棒的人才，把它放进去他们准备的预备的人才资料库里面。所以呢，在翻的那前几页，你要很确定你把你这么多的作品浓缩到精华中的精华，精英中的精英，让人一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艳，哇哦！然后会想要反问你说，这个是怎么做的？那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里面的故事，它的 process， 你的脑袋是怎么跑的，
用讲解方法讲解出来。当然，如果现在是数位时代，你没有机会跟对方1对1碰到面的话呢，你就可以把你的作品集放在一个专门放作品集的商业网站上，例如说 Behance、LinkedIn、ArtStation 等等之类的。但我现在讲的比较是跟艺术设计相关的，其他产业别依照你们的产业别有你们相关适合放的专业网站平台，放在上面让他看的时候呢，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说，你有去思考如何分类，让我在30秒里面，我除了经验，我想要了解更多，然后我去看的时候呢，我可以了解，你有花了很多的思考在里面，以及你注重细节。我们英文常常讲 ，detail is everything， 细节就是那个魔鬼，很让你惊艳，又觉得说，哇，这个人的谨慎程度、细腻程度到什么地方？事实上，如果我是人资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你的网站，然后上面的一些细节，我会感受到，我请你来的时候呢，你的细腻程度、完成度、技术等等，会帮助我的公司以及我的专案在未来上有什么样的输出。等于是你的细节程度让我感受到你的作品集里面，等于是我公司在聘请你之后呢，能够经过你的协助，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输出在未来上。那这个让我会觉得说，我会把你当作是一个可以聘请的人。当然，你要切记，当每个作品集里面呢，你要慎选每一张图，因为你的时间并没有很多，每一张图都要让人家惊艳以外呢，不要忘记下面一个很小小、很简短的一些画字，等于是比如说讲解它是哪一年，用什么材料，这个作品名字等等的，很精简，让我不是看一堆图、一堆资料，而是除了有过滤、有整顿、有排序，然后我再看每一张图，我可以快速的简约了解每一张图到底是为了什么。当然最后了，如果你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可以给人家看的话，例如说在这里面我会有当年一些绘制的草图跟思考，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棒。如果你有机会1对1面对对方的话呢，展现一个实际的样本，简称叫做 physical item， 实际的物品，或者是一个 demo。不管是绘图，不管是一个油画，不管是个电脑里面的游戏，或者是一个程式，或者是一个你设计的网站之类的，甚至你设计很多名片，就把这些名片实际印出来，拿出来给人家看。当人家手触碰到以及摸到的时候，他就可以感受到，你的完成度从发想到实际我可以碰到的那个真实感，我觉得那也是会帮助你的整个作品集被人家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所以你有时候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 HR， 这个家伙呢，到底跟你想要聘请他的这个公司或这个专案，到底双方是不是契合的？甚至你会去看他的作品，然后去判断说他的技术能力强不强，他有没有才华。当然他也要有一个正确明确的工作态度。当然这部分就是当我确定他是对的人才之后呢，会跟他再进一步的联系，然后去访谈，去确认说他的工作心态、工作态度是对的。因为他的定位是明确跟清楚的，我也知道要把它放在公司哪一个点上。那这个点呢，会把它的价值跟公司的价值相辅相成，得到最大的商业价值，把它炸出来。得到最后一句就是 Company happy, you happy。希望今天这一集有能够帮助到你。那麻烦你喜欢这一集的话，麻烦帮我按个赞，帮我在下方留言。如果你刚好也需要找工作的话呢，今天这一集有没有哪一些点你有想到，可是我没有讲到，麻烦你跟我分享一下吧。那最后帮我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 然后也帮我 subscribe 我的 IG Dreams Boomer 逐梦创业家。
OK，see you on the next one. Bye, adios, ciao.